成功学所有的首先看命，你如果命里边没有这个财运或者官运，你去强求，这真的是没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是命里有时终归有。所谓的命，就是累生累世的积累啊，你是否尊重规则啊？你是否在体系内有所贡献啊？有所积分啊？最后呢，就能兑换里程，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呢，第一世为人，但是呢，就已经能够挣钱了。为什么第一世为人？我见过很多一世为人呢，发大财。为什么呢？他虽然前世是一个狗，但是这个狗啊，其中无比，逢佛便拜啊。就刚才有教友给我发过来，看见一个苏格兰牧羊犬啊，苏牧，在路边一个小庙拜佛，就是路边那小庙，就是咱们中国那个路边的村庙，很小的小庙，一个房子那种，里边有几个神像，点着香，没人啊，路边就是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家知道农村嘛，一个苏牧应该是个小混种苏牧啊，黑白花的那种，奶牛色的苏牧，就在那拜，就是跟人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狗是会拜佛的，猫也会。所以我那天说猫七狗十三，还有王八蛋给我写信说老王，你他妈不怕造业，你鼓励大家杀狗，我操你妈的神经病嘛！你他妈哪个眼儿听见我说鼓励大家杀狗？我说中国古代民俗讲猫七狗十三，主人要把它处理掉，因为它方主。为什么呢？其实是天网在收回他们的灵魂啊，就是不想让他们成精。尤其是苏格兰牧羊犬这种高智商的狗，它当然有自我意识了，7、8岁它就有自我意识了啊，它看人拜，它会学的。我养过的小乌龟也会拜佛，对，就这种小乌龟啊、小狗啊，他们是不咬人的啊，他们兢兢业业当他们的看门狗、宠物狗。他下世有可能投胎为人，为人他就真能挣钱，因为他很简单啊，狗很简单。为什么狐狸和黄鼠狼、狗这种老狗都能成精呢？就是因为它简单嘛，它不想乱七八糟的，所以它反而能够有所成就。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一世为人的人都有成就啊，还有一些首世为人的人，那他是来还账的啊。比如说他上世是山里边的一个豺狼，他伤了别人的性命啊，那最后他被猎户打死之后，他就要投胎做人去还人家的账去。累生累世前因后果，我们肉眼凡胎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你经验丰富以后，你能感应得到。就相当于你肉眼凡胎，你是看不清楚天气预报的。但是为什么你现在人类能够预测天气呢？那很简单了，那就是因为你经验丰富了，形成了大量的数据，然后你又有电脑啊，又有气象雷达收集数据，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预报短期的天气，而且预报的很准。这个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虽然看不见前生前世，但是大量的数据，你看我为什么开个算命小呢？大量的数据过来，那你当然知道投胎做人，第一一定有前因后果啊，第二子女、朋友、夫妻、情人啊，这都有前因后果。没有前因必有后果，所以这个就是累世为人的经验。刘德华和张柏芝那个大智老非常好，那个片子是绝逼低估了的一个片子。他那个前世因果给你具象化，我操，那是个佛片呀！刘德华和张柏芝因为拍这个片子积累了很大的功德的。好了，我们接着说啊，就是那么累生累世或者为人或者为畜生啊或者为鬼积累的这些灵气也好啊，这些智慧也好，到了你本世为人的时候，你就能够清晰的感知你是否一个命运选中的一个好命啊。什么是好命，什么是坏命啊？你不经过我算，你自己能不能自我感觉到？当然能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在玄学上说的都是真知灼见。好多人这玄学基础知识从我这儿来的，比如说驱鬼，比如说吃鬼。前天我教给大家吃鬼，昨天晚上真的有一个姑娘老被鬼压床，她老被鬼压床，她真的就在晚上吃了鬼，吃完了之后，我操，异象显现，再做梦，鬼不但不压她了，鬼还给她送金牌、金匾、奖状，就是在梦里喜气连天。为什么？你心里边那个魔障破除了。你小时候啊，最深的这些知识都可以用最浅显的道理解释清楚。反正我小时候经历过，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啊，我估计看上点岁数的都经历过。你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是不是被坏孩子劫过？小孩过来，你看我上学的时候，他们抢5毛钱，小孩过来拿5毛钱，哎呦，那孩子们真害怕，我是撩牙子就跑，追不上我。因为我爸是当兵的，那时候我们上1年级的时候还抢军挂，就什么叫军挂、军帽？因为解放军经常把自己的那个挎包啊给孩子当书包，那小痞子们就抢那个解放军的书包啊。抢我书包，你知道吧？所以我从来没被抢，因为我看见势不妙，撩牙就跑，所以他们没有抢到过我的书包。但是我经常有朋友书包被抢了。你讲这个干什么？我让你们回忆一下，你们当时是不是特别害怕？那些小痞子、小混混啊，上初1、初2的那种社会小渣子啊，不好好上学的，挎着个自行车，28自行车斜挎着劫你的时候，你说吓死了，撩牙子就跑。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恐惧啊压倒了你的理智。其实他是个傻逼，他也是个孩子。你爸如果在这儿的话，你不要说他劫你，他他妈跑得比孙子都快。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就算把你劫住，把你钱拿走，他能咋地你？他最多就是扫你一下，给你个逼斗，他还能怎么地？他能把你杀了不成吗？不敢，因为他也是个孩子。你这今天你长大了，他还能有点啥呀？我操，他也就是个小逼崽子。但是为什么你当时那么怕呢？这就跟鬼附身是一样的，明白吧？因为你们来源于无知，来源你没经历过。你他妈的投胎转世喝孟婆汤的时候，把东西都忘了。你第一世为人，或者说你前世为过人，你忘了。所以你5、6岁的时候，7、8岁的时候，你看见个12、13岁的小伙子，不怀好意的他妈的要抢东西，你就害怕，你就吓得打哆嗦。为什么？你今天不打哆嗦啊？今天你大爷的！你他妈想要，我给你不就行吗？你跟他来这个，他还不会了。
你别打我，我给你，咱俩说好啊，以后别再抢了，要不然我他妈告你爸去。他还真有点懵逼，为什么？因为你又超越了他的认知了吗？该轮他害怕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鬼压床，鬼在梦里边追你，鬼附身的科学原理、心理学原理，就是你没见过，或者你曾经人人都当过鬼嘛，但你丫忘了。然后你再见他的时候，我操，你觉得好害怕，你的本能就是没事就跑啊，或者坐在那儿他妈的打哆嗦，被他压。你从来没想过我可以把你吃了，为什么？我可以把你吃了，因为你是人的灵，你后边有肉体，你是阿凡达，你的这个能量来的比鬼要多得多啊，所以你完全可以在梦里把它吃掉，吃完了他就不压你了啊，下次给你送奖状，告诉你彩票代码，为啥？因为他知道你他妈太凶了，你动不动要知道，他敢猥亵你吗？他不敢。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他就是还是处女的时候，女孩子朋友，他小时候还是处女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有个男鬼来晚上干他，他不知道，因为他那时候处女，他没有经验，他就是被压的难受，一直压到了他差不多工作，就是压了他好多年，隔三差五的过来占他便宜来。其实这就是来源于无知，他又不好意思。另外他醒了之后，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做了个噩梦，最近怎么老做噩梦，他也不好意思羞于把这些事儿告诉父母，告父母那个认知估计也解释不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等他长大了，开始有男人的男友在晚上在旁边弄他了，带来阳气了，那个就不来了啊，鬼就不来了。这都是客观存在，你知道就行了。哎，我又跑题了，我这要讲成功学的。所以人怎么成功啊？就是经验、觉悟，迅速的觉悟经验。用孔子的说法就是，君子当日三省吾身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停的总结，不停的回忆，我元神带着这些累生累世的记忆，不停的回忆起来。说老王你怎么学习这么快？因为我从来不迷信书。你们看我在给你们讲故事的时候，经常说错一些细节。经常说错一些细节，有人说这个字应该读那个啊，那一年是那一年，而不是那一年啊，差了半年啊，这正是你是个傻逼的原因啊！你都记这个细节没有用的，你要记什么？你要记它的脉络和逻辑。这世界上一切都来源于逻辑啊！之所以你学不会，而我学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我读一本书的过程中，通过这本书回忆无数的累生累世的知识节点，一通百通。比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有一个特别流行的那么玄学说法，就是双缝干涉实验，就是这个光子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到底出来之后。是一个波干涉的那个干涉的条纹，还是粒子那样打了一个一个的那个小坑坑啊？最后有波粒二象性嘛？单个光子就是任何一个细微的这种小子啊，它都会有这样的波粒二象性。那么单个呢，人类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们试试吧，因为单个的应该不会跟自己发生干涉，而且单个的，因为大家知道衍射必须有两条缝，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缝过去那个光才能发生干涉。那么一个光子它要么走左缝，要么走右缝，不可能同时走两个缝。所以呢，用单个光子做出来的实验之后，发现单个光子居然能跟自己发生干涉，哎，这就奇了怪了。那它难道有分身吗？然后就决定放一个摄像机在那个单个光子的旁边看它到底是从哪个缝过去。当打开摄像机的时候呢，光子呢就变成单个的了，它也不干涉了，它就个小球了。关上摄像机又出现干涉条纹了，所以大家知道这就闹鬼啊！量子科学、量子力学因此翻天覆地的啊！有好多科学博主都做过 YouTube 的那个视频，专门说这个事儿，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看完了之后，我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你无论如何观测，你哪怕是1年之后观测。然后1年之前的这个结果都会发生变化。我说那1年有点夸张，那怎么能做到1年之后？很简单嘛，他就让这个光子绕走好远，同一个光子走好远，然后这不就有时间了嘛？有时间这个落后了嘛？然后嘣过去这个，再去观测它，哎，他发现他已经过去了，先过那缝，然后在路上让他走好远，再去观测它，他居然结果会发生改变，就是本来是有干涉条纹或者没有干涉条纹，但你他妈一开，哪怕是你很久以后开，这之前的结果会发生变化，这不是闹鬼？是怎么解释？好多人解释不了啊！现在说是意识决定物质啊，不是，你都想多了，世界特别简单。世界特别简单，你肯定想多了，你不要往复杂上想。你他妈往复杂想，所有的科学家现在都讲的特别复杂，什么有观察者呀什么的，没有。那观察者就是你自己，听明白了吗？观察者就是你自己。你认为时间存在，这句话才是关键。你看，这就是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啪闪现出来的答案，就是我们为什么解不开这个谜？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从爱因斯坦到波尔，到海森堡啊，到你我啊，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到老高和小莫，所有的人都认为时间是存在的，所有的人都认为时间是流淌的，错了，时间根本不存在。时间根本没有，在高维世界里，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这就叫真正的波粒二象性。你不观测，所有的可能都存在。老王既有可能在这做视频，老王有可能根本就没做视频，老王甚至有可能早就挂了，老王甚至有可能他妈的成为一个通缉犯，我操，杀人无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所有包括老王成仙了，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只有概率的区别。它就像虚空中虚无缥缈的一层又套一层的虚影一样，无数多。只不过大家正好凝聚态了，一观测，互相观测，就出现了我们大脑观测，大脑其实就是一个量子感应器嘛，量子电脑。哗，凝固了之后呢，它就一针接一针的往下放。习惯了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就这么一个版本，就是这样往前流的。你想明白这个之后，你就算命你都明白了。为什么算命说未来算不准，过去算特别准，未来算不准？为什么呢？因为你观测了吗？未来根本就是虚空的波函数，未来当然不确定了，各种概率而已。你观测的那个是概率最大的结果，然后你知道了之后你要改，那未来就变化了。这不是算不准，是你他妈的观测了导致你们自己的行为发生变化了。所以时间是不存在的。如果时间不存在，只不过是逻辑存在的话，那就全部都解释通了。就是你这个电子在路上走1年，你去观察它都会改变结果。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存在。
你观察的这个事儿已经就倒回来改变了过去的原因。所谓的因果循环不是正向的，所谓的投胎转世不一定往过去投啊，不一定往未来投，有可能往过去投的。听明白我转进这么远干什么？就是你一定不要有常规思维，你一定不要有模板思维，你要想学得快，你一定不要相信任何既成事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你要有极强的记忆力和阅读力，阅读和记忆是基础啊，阅读是基础啊。就孩子教育，你看我们家孩子教育都特别好啊。今天出去吃饭，中午去大厨家吃家宴，大厨夫妻又是夸赞无比，因为大厨他们接触的这个高端人口也比较多，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孩子，就是教养这么好。包括我们在洛杉矶见几位教友都有同样的反应，而且我们家孩子教育我们根本没费劲，就是只盯他一个东西，只盯他什么呢？阅读。老王家所有的孩子4、5岁的时候，5、6岁的时候读的是那种漫画，到5、6岁以后必须读 chapter book 啊，英语叫 chapter book， 中文呢就是只有文字的书。大家知道小时候都是动画嘛，都是看图书画那种书，必须让他读文字书。他一旦掌握了阅读，这个孩子一旦掌握了阅读，他就掌握了知识的来源。之后你就不用管他了，他自己会自适应的啊，对这个世界他会自适应的。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了，自己的造化了。所以成功学首要就是命运，要知命信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所有成功的人士，没有一个是不信命运的。无论是经商的、打仗的，就是军人，还是做生意的，还是做政府的、政权的，你给我告诉我任何一个人说他根本不信命。他根本不相信命运，完他特别成功，一个你都举不出来，明白吧？所以成功学的第一要义，这个人要相信，要尊重所谓的命运啊。命运是什么？就是超越你之外的那个世界的规律。你必须有尊重和顺服这个大规律、大宇宙的自卑心或者谦卑之心，你才是一个空的瓶子，你才能装进去东西。否则的话，你就是个傻逼。什么叫傻逼啊？天天蹭我那些黑粉，就是自己他妈做个鸡巴频道没人看，那都是傻逼。做几年没人看，然后就是一骂我就有人看，一骂我就有人看，那就是傻逼。为什么？他根本脑子里边没东西啊！看几天大家也不看了，都戒断了啊！因为你脑子里没东西啊，那最后就形成一个祥林嫂的圈儿，那有什么意思啊？那有什么营养？大家看这负能量干嘛呀？就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命运，根本不知道要遵守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首先要把自己放空，自己是个空瓶子。无论你多大岁数了，你是60岁、70岁，你都要知道三人行必有你师。年轻人有很多新想法，你虽然是老的，你可能要好好的去学。你的瓶子装得满满的，还觉得谁你都看不上。我操，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狗鸡巴都不是了就。你活这么大岁数，在漫长的人世间，你算个屁呀，连个点儿都不是啊！你最多也就活100岁呗，你还能活1000岁吗？人一定要谦虚。大家知道我讲64卦，64卦最好的那个卦啊，乾卦是64卦里最好的，于谦的谦啊，于谦的谦，六爻阶级啊，为什么呢？谦谦君子嘛，就这么来的，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怎么讲呢？既遵守规则，又有超越规则和跳跃规则的勇气。内方外圆，这就叫君子，也叫天地。这个就是你要信命成功的第一要务。然后就是什么呢？然后要收服汝心。你傻逼这个心就像个小鹿一样跳来跳去的，因为这个心就是傻逼之心。傻逼之心就是没有恒力，也没有自信，有的全是就事论事的自然反应。东边刺激一下就往西走，西边刺激一下往东跳，这就叫傻逼之心。它不稳定，内核不稳定。所以这样的傻逼，那必然人生失败。而这样的傻逼特别容易被底层家庭培养出来。你三姑六表舅啊，就是你们家那些农村亲戚啊。我现在针对的是大部分傻逼，不是那种啊爸爸妈妈都很牛逼的人，就是从小就能给你规划的特别清楚。那个是1%不到啊，不在我今天话题之内，别跟我抬杠啊，说我爸妈可厉害了。那对不起，你开局太好了，就滚，你不用听成功学，你俩已经成功了。你的三姑六表舅，干亲烂肘子，就是过春节回老家坐在一起吃饭的那几桌人啊，他们是傻逼中的 B29轰炸机群，他们全是傻逼，而且功率强大，他们构成了一个傻逼轰炸机群，飞行在你的人生中。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完成精神阶段。他们之所以成为傻逼轰炸机群中的一员，就是因为他们没见过我这种人，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跳伞。没有跳伞，你一结婚一生孩子，在他们圈里你也是一个傻逼轰炸机，很强大，而且你是轰炸机中的一员了，你跳伞来不及了，你轰炸机就是你。或者你看看他们是不是整天怨气连天，就觉得自己失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自己道德太高尚了，什么坏事都做不出来，所以自己人生失败了。你爹你妈背地里没说过几个人好，这就是傻逼战斗机制啊！傻逼轰炸机群里边，人家不要再怀疑，赶紧跳伞。老王说怎么跳伞？精神弑父，狄俄普斯情节。精神上弑父，你不认他了啊！肉体上当然你要尊重他，但是精神上不要吵架，吵架不叫精神弑父，吵架那叫没完没了。精神弑父就是不理他了，报喜不报忧，走得越远越好。大家知道人格之所以能够提升，正是因为你不断的破碎，破蛹成蝶。你才能够不断的进步。这个破碎的第一个过程啊，人在成功过程中，18岁、20岁破碎的第一个过程就是傻逼赶紧跳伞，跳伞之后你肯定摔得满头都是血，因为你他妈的自己跳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快完成精神再造。年轻人啊，今天所有东西35岁以上不用听了，你已经是傻逼了，你这再造也很难了。就是40岁以上的基本上也就是50岁都是天命了。所以我就说的而立之前的人啊，30岁以前的人啊，你尽快完成精神再造。精神再造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一要相信命运，要做善事啊，不要做恶。
要相信世界有积分的。即使你是黑道的，你要知道黑道有黑道的规则啊，尊重世界的规则就是做善事。做善事不是说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错啊，有的坏事你要做绝才行啊。就是什么叫善事啊？善事就是遵循你所在的那个环境的规则，这就叫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善恶，你别跟我说什么善恶，没有善恶，没有绝对的善恶，善恶只分彼我，只分你的世界观，所有的善恶都是建立在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你觉得杀人放火是恶吗？对不对？那是绝对的恶，对不对？但是在魔鬼的眼里，杀人放火简直太好了，我操，你简直积分啊！张献忠的眼里，我操，杀，天与万物与人，人物与天，杀人放火是加分项。所以善恶只是分你的眼光世界观，所以你要了解你所在的环境的规则和规律。当然正行啊，主流民族主流文化的大正行基本上都是善，都是同样的，都是跟爱啊跟帮助啊跟互助有关的啊。这所以呢，你要尊重你所在的那个世界的规则。那你不小心，你发现你自己投生在地狱里，没事哥们儿，你就尊重地狱里的规则，就是什么杀，你把你武功练到最好，就是最能杀就行了。这个就是做善事，要尊重规则与遵守规则，这个就是精神再造的最重要的一环。那么第三，在这个重点里边啊，怎么尊重规则与遵守规则呢？重点来了，重点什么？你一定要认一个师傅，从心里边一定要认一个阿尔法。你要知道，人在25岁之前跟着谁混，就会变成谁那样子的人啊。你看东北那老大哥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也有精神大哥的啊，包括我经商以后，张卫星给我的影响也特别大。我在张卫星身上学到了这种自学的，不遵守规则，就是不相信规则。我拿到资料之后，你告诉我规则，我好好听着，因为我得迅速的学会，好好听着。然后我拿到之后，我要自己形成我的规则。这种能力是我从张卫星身上看到的啊，百试百爽。因为很多前沿的东西，没有什么权威，丫定的也只不过比你早知道5年而已。你他妈崇拜他个屁啊！当然学的时候要绝对崇拜他，要把他东西全部吸收掉，然后自己完成自己的积累之后，再做 double check， 再次消化的时候，不要迷信，任何人都不值得你迷信，这就能形成自己的精神啊，理解大哥，学习大哥，最后成为新的大哥。所以呢，死心塌地的跟大哥几年，这是必须的，无论男女都要死心塌地的跟大哥几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降服你不臣之心。有很多人失业了啊，像个傻逼一样，甚至天天他妈的跑到他妈的像我这样的精神大哥这儿做黑粉，为什么？就是他降服不了自己那个傻逼的不臣之心，就是老他妈觉得要比一比啊，20来岁的小鸡巴崽子，你比什么比啊？哎，他还要比一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法降服自己的这个不臣之心，知道吧？所以做傻逼的事儿，本来能够吸收营养变成了结仇，本来能够他妈的完成被推举的过程啊，被助力的过程，都跟人家他妈的老死不相往来。他人生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跟随大哥这个过程中做到死心塌地。死心塌地不是说你怂，死心塌地说你这个人忠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像关羽之所以能够封王，最后能够有关林，最后封神，就是因为他死心塌地，没有二志。他认了大哥之后，死心塌地的跟着大哥。但是他是不是就是刘备的狗了？当然不是，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且独立人格很好。他这种精神是成功人士必备的啊！所有的成功人士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成功人士他都在年轻的过程中有过这样的大哥，而且很认真的跟着大哥学习。然后呢，就是很重要的事儿。这样的话，你看我说你25岁左右一定要找到一个大哥，越早越好。22、23岁，如果你进入世界比较早的话，21、22岁应该找到一个大哥。大哥的水平就够啊！别让个傻逼当大哥呢，你肯定变成傻逼了。更别找个骗子当大哥。嗨，听懂举手，我讨成功啊！我给你100万奖金啊！这离他远点啊！所以找到这种真正的行业做事的大哥，跟随几年之后，30岁以后，30岁之前一定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明白自己的角色。什么叫自己的角色呢？就是你是不是阿尔法？不要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老王，老王是阿尔法，我儿子是阿尔法，天生就是阿尔法。能看出来，阿尔法就是制造规则的人啊，他在帮你制造规则。有什么 idea 他提出来，然后很多人 follow 他。你一定，因为你没有爸爸能从小看出来你，所以因为你爹是个傻逼嘛，所以你要靠自己。30岁以前完成这个过程，知道自己是不是阿尔法。说这什么？就说这个大哥跟完了之后做到了以后，30岁之前扪心自问，我是阿尔法还是贝塔？不丢人啊，因为人类这种社会动物就决定90%以上的人是贝塔，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9个人是贝塔，正常的。那都是阿尔法，那怎么可能啊？那不是一盘散沙吗？所以大部分人是贝塔啊。知道之后，知道自己是天生父职的命啊。我的命书里边就会，如果有明确的贝塔的命格的话，我会点你，天生父职，你就要收住收住自己的不臣之心。如果你说到我命书，我命书告诉你，你天生父职命，你就跟着大哥混就行了啊。你所做的就是跟对了人啊，就是那个哑巴，他帮助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就是跟对了大哥。哎，这是贝塔。如果你知道自己是阿尔法，那35岁以后你别客气啊，35岁叫而立啊，成家立业，你要当大哥了。当大哥什么意思？一方面要大方，一方面要小气。什么大方？分钱的时候大方，大哥的手心是朝下的。但阿尔法很累的，阿尔法自己不能钱都归我，那个你当不成大哥的。财散人聚，手心向下。弟兄们，贝塔们是手心朝上，因为他领工资嘛。那这是个大方。为什么时候小气？花钱的时候小气，一定用小钱收服人心，而不要一上来就拍大钱。动不动就说兄弟，咱们两个3-7开，咱们两个对半分，那不是阿尔法，那是傻逼。
不要跟人家对半分，永远不要跟小弟谈3七开，否则你会成为东北企业家。东北企业家为什么名声不好？因为最后分钱的时候不履行啊。为什么不履行？许多了呀。他本来是拿工资的啊，你给他报销工资，他就已经很满足了。你没逼事就要告诉咱俩3七分，咱俩3七分，咱俩5、6对半开。然后这事儿做成了以后，那小弟真的就学，那咱俩对半开的日子到了，你肯定不对半开，那不就成仇人了吗？然后所有的人都说东北人不是东西啊，操！开始的时候怎么都答应，后来不履行，为什么不履行啊？轻诺而寡信呢。所以真正要当大哥，一方面大方，手心向下，发工资的时候一定要大方，发奖金的时候要大方，是要小气，公司的运行成本要小气，跑冒滴漏要小气，别没事就全公司都去坐飞机，都去头等舱，要故意控制，说我公司效益好，钱多也要控制，这是一种风气。老板必须做经济舱，老板必须做经济舱，老板必须做经济舱，重要事跟你说3遍，只要你还没有做到上市公司金控集团，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做经济舱，有百益而无一害。为什么？那从北京飞到上海2小时，你他妈头等舱、经济舱能他妈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这么做，整个公司都不敢他妈的做公务舱。一方面要小气，另一方面呢，跟弟兄们许愿的时候要小气，别他妈的许那种自己都不想实现的梦想，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啊！据说清廷就是这种毛病，鸦片战争就是这么打起来的，因为清朝人开始不服，然后被人打服了之后，咔签合同时什么都答应，然后为什么签那天就没打算履行？所以没办法，清朝英国就只好再打他们一顿，又签了，又不履行，最后英国生气了，说这样我替你收税吧。所以大清的这个海关啊，什么这个 CRA 这个国税局都是英国人直接来当领导了。为什么？你不履约呀？这个就是问题啊，中国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为什么日本人口碑好？哎，他跟你签了之后，他履行，所以这个就是一定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原因啊。这就是精神弑父，尊重规则，认清规则，找到大哥，然后死心塌地，然后扪心自问是阿尔法还是贝塔？阿尔法按阿尔法的打法走，贝塔就是找到大哥。然后呢，酒色财气必然就开始了啊。那花世界都是你的，因为你只要走对了路子，阿尔法贝塔都能走。然后到40、50岁的时候要干什么？要寻找一个宁静的精神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结婚，至少在我的世界里，你要结婚生孩子。30岁以前你可能顾不上，但是30岁到40岁这10年，你一定要完成结婚生子的过程。结婚生孩子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是为了建立50岁之后的稳定的精神家园。如果你到了50岁，你还没有人可照顾，而只能养一只狗，你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家的概念，你会不幸福的。就这么简单，非常简单，这是人类发现的规律。孩子是夫妻男女之间爱情的固化剂，如果没有共同的孩子啊，到40岁以后的婚姻是吹弹可破。孩子越多，婚姻的枷锁就越多。如果你不想颠沛流离，你就多生几个。你想捆住男人，你就无论如何，你就使招，你都得给他生个孩子。生的越多，你就捆得越严。如果你老公特别好啊，你就多给他生几个，就特别踏实。然后呢，到了50岁以后呢，60岁、70岁，慢慢的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什么精神家园？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绝对的安全感。为什么人的气场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内胜外王的气场啊？就比如说这个人啊，就是平时穿个红格子衬衫去私人银行啊，去任何一个加拿大、美国的银行，只要出现在那 branch 里边 ，branch 的 manager 就会出来。为什么？他不看你穿衣服品牌的价格吗？我浑身上下没有超过300人民币的衣服，我的鞋880美元，我的鞋，但是我穿了10年了，都穿成黑的了，就穿成个普通运动鞋的样子，无所谓。为什么呢？它很干净啊，就是我说黑了嘛，那就是秃了啊，就是不是那么新了，但是我刷的很干净，而且呢，我的气场非常够。为什么气场这么够呢？你一旦达到了绝对安全的内胜外王的境界之后，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啊，眼里边是有能量的光的。我这刚刚开始啊，我相信各地的人类的历史书里面记载的所谓的那些佛祖和高僧身上的辉光是真实存在的，绝对是存在的，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威压，就是他并没有说，哎，我他妈好厉害，我打死你，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出现就会让你觉得不能亵渎。为什么？因为他精神上高度满足，精神上高度安全，而且他知道知识，他见过无数的东西。你在这样的灵魂面前，你除了自惭形秽之外，你其实没有。为什么？你就是这种高僧高道，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大家知道，他们的形象一般是做这个老虎啊，做这个狮子，真的是这样。就是在山林里边那些吃人的猛兽，他在里面修行。达摩祖师在嵩山修行的时候，嵩山里边是有老虎的，老虎不吃他，有的时候不但不吃，老虎还过来跟他玩，跟猫似的，伏在那儿，因为他眼睛里的光，他身上带来的那种量子气场，那动物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动物就觉得这根本不是食谱，那动物就很慈父的，因为它的气场很好，动物是很有灵气的东西啊，动物就会在它气场的摄服之下呢，吸引过来啊，这就像灯吸引飞蛾一样，它就过来了，它趴在你脚底下，像个猫一样。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些高的修行大士真人身边不是虎就是狼，好多猛兽，他不伤害他不但不伤害他，还愿意为他所驱使，就这真的是事实。所以咱们就所谓成功学，咱们就最后讲的修仙就是那是最后的境界啊，到70岁以后啊，80岁以后境界啊。如果你到这种境界啊，如果你到了的话，我肯定没到，可能你能破除自己的生死关，那要看你累生累世是不是有债啊。如果你的债太多，你就破除不了；如果你债不多，你就破除了生死关，就真的不死。你可别以为我是胡说八道的，我跟你们没胡说八道，就是人一旦过了，比如说一般这种生死关都在110岁到120岁，如果110岁、120岁你一旦过，我操，你他妈能活，当然那时候一般人也见不着你了，就是没头。你看张之顺道长，他自己就是104啊，114哈，104死了。张之顺他自己知道嘛？他说我在那一年
张之顺道长活好几十年以前，他就宣布他自己在那个104岁那年，还是114岁那年，他有一个坎儿，有一坎儿，他那个坎儿就是累生累世的债要在那一年去报，这就是规律，世界的规律 ，Matrix 的规律，能躲开那后边没头了，因为你就累生累世债就全解了，躲不开，对不起，不好意思，重新投胎啊。张之顺那是活神仙呀，活神仙，他尚且如此，摆脱不了轮回的束缚，何况我们肉眼凡胎呀！啊，那我们绝对没有张之顺一个角。张之顺如果是6个角，6边形战士的话，大老王最多现在是1边形战士，还差着5边，所以比不了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谓的成功学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内心的稳定，内核的稳定。内核的稳定建立在对于规则的高度清晰与尊重，以及对于知识的获取能力和对于自己的了解。自己本身的了解，那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自然就非常稳定了。稳定之后，人人都愿意跟你合作，人人都愿意帮助你，因为你的眼神是个忠良的眼神啊。如果眼神叽呱喳乱转，你虽然他妈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人家不愿意帮你啊，因为你是个傻逼啊。你以为自己聪明死了，我操，大聪明，太聪明了，但其实你是个纯傻逼。为什么有感而发？我给你念念啊，就是有人要让我给算命啊，我这个不能给你算啊，因为你是个纯傻逼的状态，你就是没办法算了命你也改不了啊。你好，老王哥，给您写信真的很激动，我看了你所有的视频，感觉你就是我人生的导师啊，这话一点不错。但是认识你太晚了，我把整个家都输了，就是炒股啊，我现在还没告诉我老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我是一个3个孩子的父亲啊，老大多少岁，老二多少岁，老三多少岁，2儿1女啊，子女宫他是很有福报的啊，而且都很健康。我就是一个活在自己意识里的人，以为自己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对的，无视别人的看法，最后落得一地鸡毛。房子也让我抵押了，年底就到期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哥能跟小弟预测一下，还能翻身吗？我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几点？我老婆是哪年哪月？他居然比他老婆大10岁，娶了个小老婆，多有福！再就是给您，就是请您给我发一下账号，我把挂金转上，感谢期盼。你这种情况你还给我什么挂金？你有那个钱，你给孩子买点玩具啊，给孩子买一个农家走地鸡炖一炖，100块钱一个农家走地鸡，给你老婆炖上2只，比给我挂金改命改的全，改的强。为什么？就是你太他妈傻逼了！你作为一个1979年出生的人，你岁数比我小几岁，都快50了，40多岁的人，你不知道风险吗？你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押上了，你让妻子孩子去哪住？你这个状态，你他妈要什么命数啊？翻什么身啊？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你认识不到自己是个傻逼，你自己生活在一个傻逼战斗机的轰炸机的长机的位置，他妈那个傻逼 B29机群你是第一个。你如果认识不到这个，你的孩子和老婆都会变成傻逼。你翻什么运呀？你翻得了吗？如果你是傻逼中的轰炸领航机，我再给你借你100万，你还会赔的裤衩都没了，因为你压根没有认识到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你可能还觉得自己技术什么哪次他妈没有过关，或者哪一次自己选错了呢？错了，你的问题是你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大傻逼，你没有完成破碎和再造的过程。20岁之前，我让大家干的事，你丫一个事儿都没干。第一，你离开了吗？你远离了吗？第二，你远离那些老傻逼了吗？没有吧？第二，你跟住大哥了吗？你学艺了吗？你是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过程？第三，你遵守宇宙之间的规则了吗？你他妈炒 A 股，你是遵守规则的人吗？炒 A 股等于贩毒，贩毒就是黑道，炒 A 股你就是黑道，你连 A 股的规则都不知道，你去贩毒，然后你以为自己加入了他妈的政府，然后你要为人民服务了，你妈能不死吗你？你从黑道出来，你怎么学艺，怎么养家？你现在不用评估你是不是阿尔法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你不是。那你怎么去踏踏实实的活，踏踏实实的让你老婆孩子有饭吃？这是你要做的。你别看你40岁了，如果我看他照片都给我发过来，全家福照片不错，看你身体也挺好，你去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哪怕去做一个网约车司机，你1个月挣个6、7千人民币，我估计你也不是在1线城市，你花2000块钱租一套房子，你房子没了嘛，然后对老婆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每天不要那么好高骛远，想着他妈的一夜暴富的那种他妈傻逼行为，认识到自己是个大傻逼，好好的把孩子伺候好，把老婆伺候好，不要天天跟老婆孩子发脾气发邪火。你的失败是你自己造成的，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他妈叫起跑线呀？你就是起跑线，孩子们都输了，你他妈的起跑线都变成负的了。就别人是往前跑，你他妈往后跑了半场，孩子们要是从后半场往前追，你要有负罪感。你还翻身，你赶紧去当个网约车司机或者做个快递小哥，踏踏实实的给刘强东大哥打工，挣自己的房租，挣孩子们的饭钱啊！至于孩子们学好学习不好，卷不卷不要管了，未来卷也上不了好大学，不卷也上不了好大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起跑线那么低嘛。如果孩子是一个特别的奇才，那在最次的学校他也能出来了。所以你就这样吧，你就记住你对不起他们就得了。下边一个也挺有意思啊，老王你好，我是国内粉丝，收看您 YouTube 1年了。刷新了我对金融和历史的认知，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我感慨身在自媒体的时代，才能听到教100次投名状都听不到的这种真话。咱们频道主打一个真实，非常真实。我是程序员，曾经是大公司的中高层，历经过职场、创业、合伙人闹崩等，就是又看晚了吧？职场、创业、合伙人闹崩这个过程，如果知道我刚才那个成功的
模板的话，你都不会犯这错误的。折腾半生，经济无忧啊，那你命比上一个好啊。目前在家做做交易啊，带带孩子。今天写信一是想听一下您的建议。目前的状态下，除了钱以外，并没有其他可以和人交换的资源，慢慢也就归隐于家庭，而人走茶凉。年纪轻轻的退休生活，深感空虚。如果还想掌握一些社会资源，扩大个人影响力，您有什么建议呢？你看，你又要挨骂了啊！你快鸡巴醒醒吧，你个傻逼！你已经人走茶凉了。你要什么社会资源，扩大个人影响力？你以为你是谁？每一个人难道不都是应该归隐于家庭，而人走茶凉吗？每一个人不都是应该退休生活，找到自己的重新的精神家园吗？除了钱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和人交换的资源，难道不是所有人的最高追求吗？你还要用什么东西跟别人交换呢？成年人的社会根儿上不就是钱和权力交换资源吗？你既然有权，既然有钱，那就够了，你还要什么？你叫身在福中而不知福啊！有孩子，有家庭，有钱，你还空虚寂寞冷，你是不是个贱货呀？你的人心为什么那么不知足呢？你已经那么成功了，那么幸福了，你居然空虚寂寞冷，你居然不是充盈了欢喜，你他妈真是个贱货，真的是贱货！你应该用那些时间，你既然有那么多钱，不需要再工作了啊，做做交易就能养家糊口了，你应该用那个时间啊，去把你原来好奇而想做而没有做的儿时梦想全部都做完。我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做了个时间表，2年完成一项，2年完成一项，妈充实的不得了，哪有时间空虚寂寞冷啊？首先我要打枪，我要研究各种枪，我要研究各种枪械和子弹，我最后可以做子弹，你没听错，我最后可以手压子弹，我可以到那个程度。我校准瞄准镜归零，比特警做的还好。我3枪能归零，你能做到吗？中国特警队有几个能3枪归零的？归零叫 zero。大家知道那个瞄准镜拧到枪上以后，那个瞄准镜不一定那个十字对着靶心，你那个枪那100%的打不到靶心的，它会偏的，因为它有公差有误差。你那个十字明明对着这个靶心，结果啪一下打到边上了，靶子这个位置了，那么你要把它调回来。最后3枪之内我让它调回来，就是玩什么我都能玩到精，玩什么我打鲁格22小口径，100米靶场，我打那个散弹枪弹壳一枪一个，你们就知道我把那个瞄镜能归零到多好。那个弹壳就鼻子这么大，也就是说100米距离我用.22的小口径步枪可以打鼻子尖儿。我说打这个鼻子眼绝对不会打到这个鼻子眼，不是我厉害，你也可以做到，2年你就可以做到。你有钱吗？你又有时间，你他妈有什么道理做不到的？YouTube 上老外什么都告诉你，他不瞒啊，老外 YouTube 不瞒东西啊。现在中国的视频也起来了，我10几年以前中国视频没起来，老外的视频10几年以前就有 YouTube， 什么都教给你，怎么归零啊，什么枪什么特点，怎么拆装分解，把这些东西都学会了之后，玩房车。我先买了个旧房车，我把房车大卸8块，从里到外重新装一遍。我跟你说不好听的，就是我今天把房车给你，你都用，我把皮卡也给你，你去偷吧，你带不走，你开不走。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哪有时间空虚寂寞冷啊？你在中国，你说老哥我在中国，我没有这个环境，那么中国有中国的好处啊，名山大川啊，那各种各样的好的人文，荟萃的地方，中国太好玩了，中国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好东西都没弄明白呢还，所以这些东西中国有房车再说，中国也有艇啊，所以我们现在有钱有闲有知识啊，就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啊，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你有什么建议？问我有什么建议？是利用自己特长开个公司，还是去做自媒体？开公司会觉得收入还不如自己做交易，很是纠结。你开公司就是你那个芳心路壮，又他妈收服不了你的傻逼之心了。然后你开公司的下场就是你过2天就没钱了啊，然后你就得打工去了，就老老实实的啊享受人生。中国现在这个状态不是开公司的时代。这2位都是男生啊，我再看看女生啊。王大哥你好，我女儿是不是克我啊？我断断续续听你视频已经1年多了，我跟很多人一样，已经把你看作可以答疑解惑、寻求帮助甚至改变人生的人了。废话少说，我有2女儿，大女儿剖腹产的，2011年的。2女儿2013年的啊，都是小孩了还。我是80年的，我大女儿我感觉就是来报仇的，我深深的觉得她克我。今天给您写信也是因为今天被我大女儿气得不行了，特想寻求帮助。我每次在厨房吃饭的时候，听到她期拉着拖鞋走路的声音，我就一股无名怒火，越忍越气。每次只要听到她说话，我就怒火中烧。我越表现出对她的爱，就越容易受到她无意中的伤害。你描述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大女儿怎么伤害你了。一个2011年的小孩走路的声音就伤害了你了，她怎么能伤害得了你呢？你是个强大的成年人，他是一个只能去拿葱的葱宝，他怎么能伤害你呢？就你听到他说话你就怒火中烧了，无意中的伤害，我操，那说话都不行了。而我的小女儿恰恰相反，她就是我的开心果，不但从来不惹我生气，反而从小到大都让我觉得又开心又幸福。小女儿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让我心生怜爱和喜爱，大女儿却总让我无名火起。我一直在试着一碗水端平，但根本做不到啊！就像是同样一个人进了臭气熏天的厕所和进了花香满园的公园一样，我实在做不到进了臭气熏天的厕所还能逼着自己做出一副享受而不是嫌弃的样子。我知道您已经说了好多次不再帮人算命了，我理解也尊重您的意愿，我更想寻求帮助，到底怎么样才能破我大女儿克我的现象？如果您不能给我心灵按摩，那么可否麻烦您给我推荐一位？我偶然一次听到你说纽约州有个叫一涵的，不是小涵，是一涵，可以算命改命，怎样才能联系他？一涵啊，依靠的一个3点水那个涵养的涵，你去油管上找吧，一涵算命，一涵算命师吧，一涵什么的。那你这种情况，你这样，我也不收你钱，你把你大女儿和你的八字都给我发过来，好吧？我免费给你看啊。我的小女儿呢，
他有先天基因缺陷，请看照片。脸上、手上、身上都是黑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这几年去各地带着女儿去看皮肤病，我看了满脸的黑斑啊，就是有点像，都是大痦子那种黑斑，但是不凸起啊，就是那个你说雀斑嘛，它比雀斑大得多，黑得多。这是皮肤病，这肯定是一种皮肤病啊。所有的医生给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基因缺陷，只能防晒，最好做基因检测啊。这今天是周日，周三就是基因检测的日子了。小女儿的皮肤问题一直让我有深深的焦虑，我都不敢说，我怕什么？要避衬。王大哥，您懂的。再说我啊，我96年第一次传福音啊，听到福音，然后就去基督教。越了解基督教，越觉得 bug 多。我在工作中看到了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是多么的伪善，多么的残暴，但是我又怕自己说僭越的话得罪神。我一直对玄学、对前世、对命运、对来世、对轮回特别有兴趣。我甚至强烈的觉得我自己的前世是一个东北男人。我是不是就是不适合基督教？那我适合什么信仰？我相信人死后不是什么都没有，我想死后的人生过得很好啊，也过得很好。但如果你这样对你大女儿的话，你死后的人生恐怕是在地狱里边。你要降服你虎豹豺狼之心啊，你降服你的野兽之心，你有一颗兽心啊。你虽然是个女士，但你长了一个兽心。你虽然长得很好看，是个人面，但是你他妈是个兽心，所以你这一生最大的挑战就是收服这个兽心。既然基督教收服不了你，那就佛教了啊，佛教还是不错的。那你去看一看《地藏经》啊，我推荐你看一看《地藏经》。你也可以看一看《佛说入胎经》。也许对你有些帮助啊，尤其是《地藏经》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去年我听您说到人的命运是有主干和分支的，之所以要算命，就是要趋吉避凶。我真的很想改命，趋吉避凶。我千辛万苦考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的某某专业，又千辛万苦才出了国啊！因为我一直有抑郁症啊、失眠症这种痛苦的病啊，是我原生家庭导致的。那你也是傻逼战斗机群里面的一员嘛？但是你跳伞成功了，但是呢，你现在有本能啊，返祖本能，成为一个傻逼的战斗机。你把你的这些傻逼情绪呢，都带给了你的孩子们啊。失眠、抑郁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问题啊。从16年到现在已经9年了啊，我一直在干什么啊，我很累了，也失去热情了。工作这说，对这个工作，我的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都损耗很大。我从2022年开始自学什么东西啊，学校有活动的时候我就摆摊免费送，每次都围得水泄不通。我真的想辞职去专门摆摊去做这种东西，但是又不知道应不应该这么做，怎么做比较好啊？附件中的东西都是我的作品啊，因为我从小身弱，久病成医，或者说久病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我很想回国学中医，医自己，也惠及身边的人啊。我想算命看看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辞职，什么时候应该去卖东西啊，摆小摊，什么时候应该回国。今天被大女儿气得不轻，也正是这股气，让我这个身弱之人有了给您写信的动力。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希望王大哥不要骂我。哎，我还没有骂你呢啊。你的问题在哪儿啊？看着你的这个，因为他给我发照片了，我先断你的事儿啊。你大女儿和你二女儿过来都是你前生累生累世感召的这个冤亲债主。我为什么让你读地藏经呢？因为我给别人开解，我都让人家读什么金刚经啊，读什么心经啊，但是对你一点用没有。为什么呢？第一，心经你看不懂啊，你会把它认为是一场气功学说，完全看不懂。金刚经你也看不懂，你只能看懂地藏经。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业力感召的太厉害了。你这两个姑娘都是来找你索债的啊。你大姑娘反而是对你有恩的那一个，但是你就烦她。你小女儿是纯找你索债的，你他妈上辈子欠了人家好多东西，所以你这一辈子发自内心的贱就喜欢你的这个贱啊。你见着小女儿，就小女儿放个屁你都觉得香，大女儿穿着拖鞋走个路你都觉得恨，你就觉得烦。正好是你前一世你跟他们的这个因果轮回拖欠和被拖欠的感应。你欠了小女儿好多钱，你于心有愧，我为什么那么牵挂你啊？我好稀罕你啊。然后小女儿反而有缺陷，就要击沉你，就要用锥子扎你的祭点，最脆弱的地方，因为你最爱她，然后她就给你来一个满脸大麻子，而且还治不好，越来越严重。是刚刚开始，才十几岁，到他20几岁的时候，到他青春期的时候，有你受的，而且你特别喜欢他。我操，怎么鞭打你？你他妈怎么刺激你？你都甘之如饴，因为要报自己的业报啊！你大女儿就正好相反啊，你大女儿是你欠人家了，而且呢，你大女儿呢，这是来报答你的。你在大女儿那有个债主的心态，我去，既然张大户来了，就让咱们家的那些牛啊、马啊、那些大牲口都歇了吧。哎，你这种心态就来了，这就是本能。啊，所谓进步就是一定要克制你的这种傻逼本能，因为你这个本能是傻逼本能啊，是你肉眼凡胎看不见因果造成的这种本能的冲动，你一定要压制这个本能。你大女儿身心健康很重要啊，当然不是说你二女儿身心健康不重要，但你大女儿的心灵健康非常重要。你二女儿身体上有问题，你大女儿心灵上这样被你摧残，她也会变成有问题。大女儿、二女儿都变成有问题的，你说你到了中年之后、老年之后，你怎么会越过越好？你他妈会有2个仇人，一个仇人天天赖在你身边，吃你喝你的，插管吸你的血；另一个仇人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提到你的话都他妈觉得提的太恶心了。所以你今天施加在大女儿身上的所有的恶、所有的气，在你大女儿成年之后，全都会加倍的还给你啊！所以你一定要克制自己内心的蠢动，一碗水端平啊！你根本就没想一碗水端平，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为什么那么烦你大女儿，你还以为你大女儿是个厕所，其实不是，是她欠你东西，她来报答你了。但是因为她上辈子欠你东西没还你，你他妈恨她，你不知道而已。我经历过这样东西，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有一些记忆带着过来的。哎，我没跟你们胡扯，我跟你胡扯，天雷劈死我。到我长大了以后，到我工作了以后啊，我对一个姓氏的人发自内心的烦人家。姓那个姓的人我就烦，这今生今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人家姓那姓我就烦。因为我身边我手下就有姓这姓的，所以我给人家穿了很多小鞋。直到后来我了解了玄学，
我才恍然大悟，去你妈的，那是累生累世，上辈子姓这个姓的人欠了我的东西，我带着这个怨气投胎重新做人，这个事儿忘了，这个气记着呢。东京小胡尖我的老教友都知道，哎，这姓白的，上辈子他欠我，做了大量的对不起我的事儿，就深深的伤害了我。那以至于这一辈子我重新投胎做人之后，我妈把这事儿忘了，但是我把这个姓记住了。我明白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幡然悔悟，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姓白的，人家没欠我东西啊，所以我就对姓白的特别好，这就叫和解。你跟你大女儿是一样的，听明白了吧？你快别他妈的那么傻逼了啊！孩子挺好的，冤不冤啊？才11岁，你这么折腾人家啊，老大13了啊，你这么折腾人家不好啊！这不是解，这不是和解，这是恶化啊！我们做人为什么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坦荡，就是要解开前世的仇，积累来世的恩啊，就叫解前世之宿缘孽缘，结来生之善缘。这是大的方向，你看命书也是这样的发展方向，而不是相反啊！我操，来世我操，我一定要报，我要么3倍的报仇，这还行，仇你报了他，他报了你，没完没了啊！巴勒斯坦、以色列这样，人家啥时候是个头？哎，只有和解才能解脱。好了，再见吧啊！